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打开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刘先生，22岁，来自贵州，学生；龙女士，23岁，来自贵州，学生。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对这段恋爱满意吗？不太满意，因为在我俩异地的这5年里，都是我主动，他越来越没有仪式感，对我敷衍，是不是谈得太久，所以我的感情变了，觉得没有必要了。大体上还算满意吧，但他情绪波动太大了，还屡教不改，也很不在乎我的感受，我行我素的，我在他心里是不是没有那么重要？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毕业之后的发展问题。我对我们未来发展规划特别明确，我就想带他和我回老家一起安稳的过日子，为什么他就不能理解我呢？我想过好当下，关于未来，走一步看一步吧。现在我就想出去闯一闯，看看外面的世界，为什么他不肯和我一起走呢？你们俩谈了5年吗？对，我们谈了5年，而且是从学生时期就认识的，认识的更久，所以我觉得我特别了解他。然后现在他来到我的城市，我才发现我们2个对未来的规划并不一样。我就想回老家考公务员，但是他呢？我的想法想去大城市发展呀。你总让你女朋友跟着你回老家，你没想过就跟她一起，比如她想去哪个大城市什么，跟她一起去闯一闯呢？是因为我觉得我们2个这种性格不适合在那种充满压力啊、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去年寒假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去深圳打工，那2个月赚的钱都还没有我们花的多呢。你看，男生是真的试过，觉得我不合适，那女生你怎么就笃定我就不能回老家，我一定要出去？因为我就觉得深圳是一座很年轻的城市，而且那边特别的发达，虽然说生活节奏是快乐一点，但是很充足呀，我感觉。你就是单纯的向往大城市吗？为什么不想回老家？因为我不喜欢那边的环境，我就比较向往大城市。那你离爸爸妈妈会很远呀，你不会想家吗？我不想呀，因为我自己原生家庭的原因吧，因为从小我爸妈他们就一直吵架嘛，家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让我妈妈一个人在那操劳，然后我就觉得妈妈特别辛苦，就是我只看到了我妈妈，她每天很早要起来在那里忙，然后我爸爸就跟她吵架，然后就把家里面的东西都砸烂了，就一直在那吵架，然后我就觉得让我特别伤心，我不想再回到那个地方。爸妈是分开了吗？已经？对，所以我感觉我一回到那里，我爸妈也是分开的，我都不知道我应该去哪，所以说我对亲情很淡漠，我不想看到他们。不是亲情淡漠，你去大城市是不是也是一种逃离？对，我想逃避。我知道你小时候发生的那些事情，也知道你父母不和，但是你不用把你父母的影子套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谈了5年的恋爱，我对你的好你还不知道吗？那你嘴上是这么说的呀，那谁知道你以后会不会变啊？而且你给我的感觉就像我看到了我爸妈的影子，就像这次来天津，他连自己的行李都不收，还是我给他收。那你这样让我感觉就是我以后就跟我妈妈一样，然后就很操劳，然后过得特别累。我之前也不是没想收过，当时我收着收着，你也突然说你不要收了，说这个放这里那个放那里，一直说我说的是错的，结果我就想还是算了吧，还是让你来收吧，毕竟你也比较擅长这些东西。那你说我擅长干这件事情，我就得一直干这件事情。如果我擅长所有的事情，那岂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由我一个人来干？你是对你们的感情没有信心，对他没有信心，还是说你对婚姻本身没有信心？对婚姻没有信心吧。所以男生你看到了吧，你的女朋友她是一个对婚姻没有信心会犹豫的人，就算可能跟你回了老家，她也未必会最后跟你走入婚姻。我觉得吧，我很能理解他那心里那些阴影。我父母之前也吵过架，我知道他们。不一样，你爸妈离婚了吗？没有。那不一样，你理解不了，你没有办法做到感同身受。现在你们2个人感情怎么样啊？其实我们感情还挺好的，虽然都是异地恋，
但我们都是在一个省份，我基本上隔三差五去找他玩，所以我感觉我们的情感基础其实还不错的。女士，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男士和你去你所向往的大城市，比如说杭州，那你将来会和他结婚吗？如果在其他的城市，我可以考虑。你对婚姻的恐惧，并不是因为他不出色，他对你不爱，而是你因为从父母的阴影当中恐惧婚姻。也有一点原因。你在短片里面说到对你们的感情不是特别的满意，就是你觉得他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好。对，因为在我们谈恋爱异地这5年里，都是我在主动，甚至有2天他都没有给我发过一条消息，然后我就问他也不回，就没有交流2个人。还有什么你对他不满意的地方吗？就我感觉他对我的感情越来越淡了，没有一开始对我那么好。你让他跟你回老家去，是不是你已经对你们2个人的未来做了规划？对，我觉得等我有了稳定的工作，无论是他是在我们老家去另外找一份工作呢，或者是就在家当全职太太，安心照顾好我们的2人生活呀，我觉得都特别合适啊。因为他就是这种性格呀，我特别不想让他出去受伤啊、受委屈啊，我特别想保护他。而且我的父母也跟你见过面啊，你说你之前那些亲戚怎么不好？但是看我的父母，看我的那些亲戚呢，他们又没有对你不好过。但是我感觉我还是没有办法相信你呀，而且你嘴上是这么说的，你以后也会变呀，那个时候我该怎么办？你见他的父母，他的家庭怎么样？比我家里好吧？你在他们家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吗？也是能感受到的。男生的父母喜欢你吗？我感觉不喜欢我。为什么？不喜欢。父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谈了这5年嘛，我父母见过他就见过2次，结果2次他留下的印象其实没有那么好。因为有一次吧，我们2个还有我妹一起去吃饭，吃着吃着呢，我不过开了他一句玩笑，他当场气的就直接就走了。然后后面我妹跟我父母说，我才跟他们说他的情绪啊或者他的性格啊有一点什么样的问题。我就觉得你在你亲人面前你就不应该说我的好话吗？我当时不过是随口一提呢，因为我父母他们问过来的啊。还有一次我们2个人一起去我父母的早餐店帮忙的时候，他们早餐店起的就是很早啊，2、3点钟起来，一直忙到7、8点的时候才算结束。然后结果呢，你倒好，我们在这里忙7忙8的时候，你还在上面睡觉呢。结果睡到我们忙劲过了之后，你才出现。我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我当时只是踩点去的而已，而且你也不替我圆一下，你还是说我这个那个的。姑娘，我问你一下啊，你去他们家跟他们家人相处，你羡慕他吗？羡慕。那他如果跟着你到了你想要去的那个大城市去，你们2个人在那儿一起去工作啊，一起去生活，你会不会有一种他跟你一样都是远离家乡，就能相互依靠，你就会有安全感？对，我就想要这样。那如果你觉得你跟他回去了之后，你跟他的家人会相处吗？还是说我也挺逃避他的家人的？我能感觉到他父母对他的爱，但是我觉得我不一定能跟他父母相处的好。明白了。今儿谁要来这儿啊？我们一起要来的。一起要来。你俩要解决啥问题呢？我们想解决就是我们到底是应该依照我的意愿回老家，还是依照他的意愿，我们2个人一起出去闯一闯。来，我们听听各位老师们怎么说。于老师，你们5年的恋爱始于纯粹，难道现在真的要败给现实吗？女生选择是去大城市闯一闯，男生的选择是回老家考公。我认为你们2个人的选择都是值得尊重的，不需要谁为谁去做出牺牲，也不需要谁为谁去做出妥协。我的建议很简单，在异地2年，虽然女生她更多的是需要呵护，原生家庭带给她的创伤和阴影她挥之不去，但是这个男生我认为是靠得住的。就像刚才我一直注意到你瞬间流泪的时候，他手足无措了，等到你流下眼泪的时候，他第一个动作，我知道他没有带餐巾纸，他用手用自己的衣袖想帮你擦，这是一个爱你的男人。我为什么说你们在异地2年？因为你们马上走上社会，社会会去证明你们的选择
应该怎样。尊重彼此的选择也是一种同频，这种同频是人生的同频，也是感情的同频，没有问题的。所以在这个场合，我不劝，我也希望你们两个人不要谁去说服谁，再给自己2年异地感情的考验。或许等到那个时候，你们收获的爱情正果更加的香甜。我直接说我的观点呢，如果南方公务员能过，我建议你们还是回老家。这个老家不一定是你的故乡，就看他公务员考在哪，跟着他还算比较稳定。第二种，如果你公务员没过，我建议你们俩可以到一些大城市去尝试一下工作，你可以边工作边考。我看了一下，我先说女生啊，我为什么说让你跟着男生？因为我感觉你没有在大城市生活的特别的优势，你将来能不能找到一个相对不错的长期稳定的工作来照顾自己照顾家庭，我觉得你自己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不如选择一种稳稳的幸福。但你这个公务员是这样的，这个我要跟男生说，你考公务员也不一定非得在你们当地考，公务员全国各地都可以考呀，未必你们当地就好考，说不定你们俩在深圳在哪里，哎，那反而更好考。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还得思想还得打开。好，谢谢任律。想要更多了解任占领律师的观众朋友，现在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大家去关注一下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公众号，遇到了任何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去请教一下任律啊。我其实刚才听任律说完，我有点不太赞同您。我不觉得一定要跟着男生走，我觉得你们现在不是去哪儿的问题，现在是女生内心原生家庭给她造成的这个伤害，她需要自愈。男孩，你不可能去背负他的人生，就是他从小受到的一些伤害，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你不能说我理解，我爸妈也吵架，不一样。你爸妈在吵架，你的家是有温度的，你爸妈没有分开。但是他不一样，他的爸妈的吵架是让他感受到了这个家庭没有温度，没有爱，没有温暖，最后分开。他的人生的课题叫做逃离，而你的人生的课题叫做相聚，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人生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你不可能背负他的人生，因为这样对你俩都不公平。第一，你背负不起；第二，他这一生的目标可能就是我不要过得像我妈一样辛苦，一样可怜。所以就是即使你做到100分、10000分的对他好，他也依然对于这个事情没有信心，所以他现在需要的是自愈。那么自愈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让他走。他也许在外面拼搏打拼的过程当中，他慢慢能够去疗愈他内心的这个原生家庭造成的创口。他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他知道爱是怎么回事，他可以接受，可以面对自己曾经的伤害的时候，你们可能就会有接下去往下走的可能。我再说明白点，小刘，你该分手了，别拿自己一辈子去填不满的黑洞。我知道，但是你爱他，是他立刻就刚才那么楚楚可怜，你立刻就给他擦眼泪。但是我告诉你，那事儿里责任不在你。小刘，我问你一件事儿，小龙你也听着啊，我爸爸伤害了我妈妈，我特别痛苦，所以我去你们家的时候，你们一家成年人，一家长辈在忙活，我不下来帮忙。我下来的瞬间，你没护着我，你不对。他只要一说你，我爸爸就那么伤害我妈妈的，你不是个好人。你正在把你原生家庭你受到的伤害用来清算你身边爱了你5年的男朋友。所以刚才珊娜老师的意思就是，你想清楚这黑洞，小刘你要不要填？今天此时此刻，你跟我去深圳，你跟我去杭州，才能证明你变成我那个父亲的概率小一点，但不能全证明哦。你能证明你有30%不是我那个父亲，因为我好怕，我随时会哭的，快来给我擦眼泪。然后下一次是什么？下一次就是在你家，我没帮忙，
你必须不问原因的来保护我。我在你的家人面前，你必须不问原因的呵护我。我在你的家人面前，我可以不讲理，你得陪着我不讲理，不然你就又变成我那个伤害我妈妈的父亲了。所以小刘，你去考虑，你可以去悲壮的去填，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好吗？我就说完了。就是我见过好多填了一辈子填不上的。应该听过一种生物叫蜉蝣，朝生暮死，你的一天就是他的一生。那么如果我给你们现在这段爱情的浓度，或者把你们的人生这么漫长的时光只浓缩到一天，浓缩到当下，你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对这段爱情是留还是走？他刚才哭，他那么坚持去大城市，他可能能力真的很弱，和大城市当中的很多精英完全没有办法比，但你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去大城市吗？他为什么不换去另外一个小城市去奋斗去追逐呢？大城市对他来说的意义在哪儿？我的感觉，他并不是想要去过上那种让别人羡慕的生活，而是想要去活成自己想要活成的样子，因为在那里他有很多选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去大城市，你看起来好像是逃离，我更愿意相信对他而言是一场自救。他不仅不愿意回到你们现在共同生活的这个地方，他甚至觉得在这个土地当中，他依然走不出他的那个创伤。所以对他来说是场自救，他要换一个全新的地方，呼吸不一样的空气，哪怕每一天活得很不起眼儿。所以只有真正懂得了对方，你们才能够真的更好的在一起。但同时姑娘，我也很想跟你说一句话，过去你曾经成长起来的那个环境，我们可以说这是你的命运，但是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才是把未来的生活掌握在自己手里。来吧，我们两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于先生，23岁，来自湖北，待业；丁女士，22岁，来自安徽，待业。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请用3个词形容一下对方。我男朋友大男子主义，自我为中心，特别没边界感。我女朋友是一个闷葫芦，还不知好歹，对我特别双标。你和他谈恋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们不仅沟通不在一个频道，而且还特别欠缺沟通，互相不能理解。唉，感情真是越来越淡了。谈了又好像没谈，因为我俩长时间异地，他在不在我身边感觉都一样。我经常在想，我为什么要开始这样一段恋爱呢？说一直是异地，然后谈了和没谈一样。是的。那你俩现在的关系到底是？我们现在是在一起，之前的话我们是异地的一个状态。你俩现在一共谈了多长时间了？就谈了1年多。1年多就谈成这样了？是的。今儿谁要来的？是我要来的。你是觉得这恋爱谈了个假的是吗？是的。行，那你说说吧。我们当时是通过打游戏认识的，然后我们刚认识1个月，然后他来安徽找我，大概1周之后就确认了关系。但是他在这边一个样子，在家又是一个样。刚开始2天还对我挺热情的，第3天就变了个人一样。变成啥样的了？他就是早上9点给他发信息，晚上10点才回我，而且还跟我说什么在跟兄弟打游戏呢。我前2天不是一直给你发游戏吗？我第3天我想要跟朋友打打游戏，那是我的爱好。那你这样真的会喜欢我吗？肯定喜欢你啊！我不晚上还是给你发游戏了吗？结束之后，然后我还给你打视频，给你道歉了。你打游戏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晚上10点呀？对。就中间都不带去厕所、不带吃饭的吗？吃，但是我不看手机，因为我比较专注于打游戏，就容易上瘾嘛。那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不一样的地方？他就是跨年也不陪我，别的情侣都陪在身边，那我算什么呀？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跨年出不来呀，没办法呀。你为啥出不来？跨年跟因为我之前国庆节找他的时候，是因为找的理由，因为我就是我哥出不出来才能决定我能不能出得来。
啥意思呢？就是我们觉得不太理俩必须得解同时出来，因为我家里人管得比较严。如果一个人突然出去的话，我家里人会比较担心。俩人打完游戏奔现的时候，可没跟哥哥一块儿来吧？那没有，那个是因为国庆节的时候，然后我哥也出去玩，然后我正好去找他。23岁的谈恋爱很正常，为什么不告诉父母呢？主要是毕竟在上学，家里不是很同意。所以你俩其实这异地的时候见面的次数不算多。就刚开始国庆节谈的时候，然后再到5月1号，然后见一次面，然后又异地了2个月，然后8月份才到南京，然后正式在一个地方。从10月份开始谈的恋爱，确立的关系，见了一面，再一次见面就是第2年5月份了。对，有点像假恋爱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姑娘你还有什么觉得是让你不满意的？就我生病的时候，他问都不问。我怎么没有问你啊？那我不当时还给你买药吃了吗？但是那是感冒呀，我后面还有什么肠胃炎。但我也让你多喝热水啊，然后你不是跟我说你家里有肠胃炎的药吗？然后我就让你按时吃啊，我只能做到这样，因为我不在你旁边啊。可是你知道我当时是怎么痛的吗？我肠胃炎当时痛了，就是从早上一直睡到下午。我一看手机，你一个字都没发我。你看主持人，他就觉得我不关心他。那我跟他第一次过生日的时候，我还给他买了礼物嘞。过生日送礼物不是应该的吗？但是我感觉是比较贵重的呀。你送了啥贵重的？不就是一个廉价的卡通玩偶吗？没有啊，当时因为他喜欢那个卡通玩偶，然后我才送给他，然后他又觉得廉价。到后面我又买了 CCD 相机，然后他又觉得不满意，然后我又花了2、3千块钱给他买了个包，然后他又觉得那包是假货。不是本来就是假的吗？怎么可能是假的？我那个是通过我朋友买的2手的正品包，怎么可能是假的呢？那我朋友也有同款呀，那为什么他说是假的呢？说不定你朋友就是假的呢。你朋友才是假的吧？看看主持人，他就是无理取闹，就是不关心我，连一点小情绪都发现不了。我自己1个月生活费才3500，然后自己攒1000块钱，然后给他2500，陆陆续续异地恋的时候还给了他8、9千，然后他倒好，他不攒着，还出去留半个月，一下全花完了。你为啥要给他钱呀？因为我感觉我不在他身边，然后给他这笔钱，他能自己就是买点东西嘛。哦，你用钱来弥补，对，用钱来弥补你不在身边的陪伴，对，是吧？给他提供一点情绪价值。那你给我的钱不是给我自由支配的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想的是，毕竟我们那个时候钱都是生活费来的嘛，然后我想让他那笔钱就是拿在手上，就稍微花一点，然后再攒一点，当做一笔恋爱基金吗？他给你转钱，你就都收着了是吗？对啊，既然他陪伴不了我，那给我点钱不很正常吗？那他只要给你钱就可以永远不陪你了是吗？那肯定不行啊！我就是觉得他不陪我，我才这样用他的钱去花我想做的事情啊。这不是在买恋爱吗？那他不陪我，那我能怎么办呢？你可以分手啊。就是我因为我一开始跟他聊天，然后挺喜欢他的，然后他后面我就5月1号的时候我就去找他跟他道歉。其实我还是想维持这段感情的。然后当时我坐高铁，然后去找他，然后刚见面跟他没聊几句，他就给我甩脸色，然后我就领他去吃饭，吃饭的时候也不跟我说话。我肯定不跟你说话呀，连礼物都没带啊！你2手空空的就来找我，一点都不安慰我。因为我当时来的着急呀，我就没有买礼物，但是我过来我就是自己单独过来的，我是为了找他道歉的呀。为什么要带礼物呢？因为他来找我，就是也不安慰我，总该就是有点表示吧。不是，这不是你自找的吗？就是你要找一个异地的男友。可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是这样想的呀，但是他太让我失望了呀。从之前就是不理我，到现在就是一点惊喜都没有。所以就是你去找他，2个人在一起相处的也不是很愉快，是吗？对，然后之后就是我们那段时间不是马上要毕业了嘛，然后忙着毕业的事情，差不多异地了2个月，当时是毕业季，然后因为要选择工作地点，然后又吵架了。当时我想留在上海那边工作，然后他想留在安徽。女孩子去上海那边肯定就是觉得压力比较大吧，我肯定希望就是他能够为了我为爱而来，就是在我身边，能够在我家乡陪我。所以他来你这是为爱，你去他那儿就不行，因为压力大。是的。哦。而且我当时其实为什么让他过来呢？因为我在上海那边就是可以有一份工作，也比较稳定。他来我这边的话，就是我也不用让他那么着急找工作，可以先依靠着我，然后先慢慢找到好的工作再上班。如果我去他那边的话，就一切都是未知数了。所以你们2个人就相当于在毕业的时候也没有
走到一个城市去。对，现在是怎么在一起了呢？到后面我就妥协了，我妥协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既然都不想去双方城市，那就折中一下，然后就选择了南京。这也算是为你们的恋爱出了一个方案啊。对，这样满意了吗，姑娘？应该算满意吧，但是这期间他就是马上到七夕了，他对我也是没有任何表示。因为我们当时去了南京，然后2个人都找了工作，然后都比较忙嘛。七夕节的时候，因为工作忙，我没有提前买好礼物，然后我当天就点了个外卖，然后送过来。结果那个外卖跟我说他那个货没有了，然后今天送不过来。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解释了之后他就很生气，然后我就为了补偿他，然后我就当天在网上重新买了一样的快递，然后送过来，但是不能当天到。你要是喜欢我的话，为什么不会提前准备呢？我在街上的时候看到情侣有钻戒啊，有鲜花，什么都有，我什么都没有。哎，我问一下，你们在恋爱期间，你为男方买过什么礼物吗？买过，就游戏皮肤。买的多吗？次数？不多，就2、3次吧。在一起了之后，就共同到了南京，这个2个人就可以天天见面了，是吧？是的。这个在一起之后的感觉怎么样？他虽然是在我身边了，但是他还是跟异性，我感觉没有边界感吧。那我当时上班，我加我女同事微信，那因为我们是一个小组的，我也没有跟她过多聊一些别的方面的事。她倒好，她还跟一个网友去了60天的火花，然后还跟他讲，比如说我跟他吵架，我们俩之间吵架，你不能跟你闺蜜说吗？为什么要跟一个男网友说呢？我只是觉得，就是男性更能站在男性的角度思考问题啊。我是女性，我肯定没办法找女性朋友去解答这一些感情问题。但是你闺蜜不也有男朋友吗？你为什么不能找她解决呢？为什么要找？这个男网友是谁呀？就是我在他之前就认识更久的一个网友。哎，刚刚不是说他没边界感吗？就是他当时和他的女同事就是刚工作一起认识的，然后我感觉他们聊得还挺好的，还说我一些性格不好呀什么的。对啊，那是因为他先跟那个男网友说我和他之间的事情，然后因为那个女同事她的性格跟他也差不多，就是偏比较内向的，然后那个女同事她也有男朋友嘛，她就是为她男朋友做出了改变，但是她跟我吵架就不跟我沟通，就给我甩脸色，所以我就跟那个女生吐槽。但是我后面到现在我不是待业了嘛，我后面没工作之后，我就一直没跟那女同事联系了，但是她还一直跟那男生联系。我跟那个男生只是偶尔聊起，就是一些有趣的事情会分享。那分享他看那男生朋友圈，然后看他去哪玩，还问那个男生你去哪玩了呀？怎么样？无论他是男生还是别的女性，我看到有趣的我也会问啊。你为啥不跟你男朋友分享有意思的事儿？怎么会跟别的男网友分享呢？主要是他自己平常不理我，忙着自己的事情不理我，所以就是他不理你，你就跟别人聊是吧？应该也不算是吧，只是因为他不理我，所以我跟别人吐槽一下事情。你为啥没跟这个男网友好呢？感觉还是不喜欢吧。但是不喜欢不妨碍你们聊天，对吧？但是我们聊的还是有边界感的。而他呢，就是同事在身边呀。不是，他同事他不现在都已经待业了，同事就不联系了吗？但是当时他们走的比较近啊。那你现在是还联系吗？我就是偶尔吧。你介意这个事儿吗？介意。今儿来这儿是啥意思呀？因为我们马上又要异地了。为啥呀？这不是刚到南京吗？因为待业了嘛，然后在南京没有找到好的工作，然后我不是一开始说在上海那边有比较好的工作嘛，然后我就打算去上海那边，然后把他一起带过去。但是你不想去？对，我肯定不会跟他去的，他连现在的恋爱都搞不清楚，那去了还不是像之前一样？就是说白了，就异地也这样，在一起在南京这一段时间也这样啊，所以就是异地和在一起没啥区别，所以你干脆也不打算去了，是吧？是的。所以今天来这儿你要干嘛，姑娘？你是要来分手的吗？还是我看能不能维持下去这段感情？维持下去，用维持这个词儿。是的。其实你内心里面已经对这段感情有点想要放弃了，是吗？对。你们俩今儿的诉求是什么？说一下吧。我就是感觉我们俩谈了1年多的时间，就是一直异地，就是该怎么维持这样的感情？男生呢？就异地了之后，就是我想让他能做出点改变吧，就是至少在性格上面愿意与我沟通。什么沟通？就吵架的时候能多与我说话，能直白一点，稍微就是他老是让我猜。好，明白了。我们听听各位老师怎么说。来，于老师有请。
不是牵了手就是爱情，感情投入不足，这就如同一场假恋爱。你去看你们两个人的恋爱，激情在哪里？主动性在哪里？探索性又在哪里？异地恋考验我们的难道只是距离吗？其实核心的是沟通，但是这个沟通它并不是你们认为的聊天就是沟通，它的实质是共情。你们两个人达不到共情，你们这一段恋爱我看到的那就是公式化程序化。女生倒好，你陪伴不了我，给我点钱花很正常。你认为这也是在维系两个人爱情的一种方式。像这样的问题，它缺少陪伴，这是需要据理力争的。钱是解决不了，因为你们两个人在恋爱，它的核心是爱情。如果做不到一拍两散，男生和自己的女同事去倾诉，女生和自己的男网友去倾诉，男生当然吃醋，女生也吃醋啊。我认为你们这一段感情在我眼里已经貌合神离了。如果这样机械的维持，你们的感情也是一潭死水。接下来的异地并不是挑战，是你们自己打败了自己的爱情。谢谢。我觉得你们在一起不合适，为什么？你们在一起才1年左右，但是我看不到你们之间的激情和甜蜜，相看都讨厌，只剩下埋怨。第二点是这样的，你们现在的人生规划上呀，没有交集，尤其是你的职业规划、工作地点，对吧？你说你们将来结了婚之后，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安徽，虽然不是很远，但是长期下去，这不是办法。第三点，你们双方经济都不独立，因为你这个经济独立才是情感稳定平等的基础。第四点，这个女士一直是对你是索取，但实际上你根本满足不了，而且恋爱期间你把钱给了她，本来是件好事，但是你又限制她消费。从法律上来讲，你钱给了人家，这就是赠与，但是你又把好心又变成了坏事，你一控制她，一限制她，她反而不高兴了。所以这些问题呢，你们都得考虑。总之，感情的问题、规划的问题，你们未来做什么，你们要静下心好好谈一谈。如果不合适，就及时止损。因为爱情啊，不是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而是你们俩在共同生活中能彼此成长得更好，这才是真正的爱情。谢谢任律。那如果想要更多的了解我们的任占敏律师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大家去关注一下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公众号。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去请教任律。我都没啥可说的，为啥？因为很简单，你俩之间没有爱，不要让异地恋去背这个锅。其次就是，我想跟姑娘说啊，在你的价值观当中，爱这件事儿，它是一个仪式感大于内容的事儿。我要各种节日的惊喜，我要你能陪伴在我身边，在我生病的时候，给我一句关心的话，或者给我发一条信息，或者怎么样。就是你实际真的需要吗？你要的只是爱情当中带给你的那种被在乎的虚荣感。你真的爱这个男生吗？你没有。很简单的一件事儿，这个男生千里迢迢过来找你，你因为他没有带礼物就不高兴不开心。在恋人当中，不是应该见到这个人更为重要吗？我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很开心了，我顾不得什么礼物，但是你只盯着他手上有没有拿着见面的礼物。所以你跟礼物谈恋爱不就完了吗？你跟钱谈恋爱不就完了吗？你要什么男朋友啊？你不爱他，你不在意这个男人的感受。所以我希望你先学会什么是爱。爱不仅仅是生日的花儿，不仅仅是节日的礼物，爱是真的由心而发的。我爱你只是因为你这个人，不因为其他。所以先学会爱，咱们再谈恋爱吧，好吧？
丁女士，可能你男朋友现在还是男朋友，可能他确实让你看了不会说就是特别激动啊，特别惊喜啊，就是你延续这段感情是为了什么呢？因为我感觉不想随便的放弃吧。您随便开始的一件事儿，咱就放弃，咱也应该是不那么隆重了吧？就是打游戏打顺手了，面对面追了7天啊。就是游戏认识了1个月，然后见面了7天内确定了关系。对啊，你跟他延续下去是为了什么呢？除了不想潦草的分手之外，还有别的吗？那咱郑重的分个手呗，不想潦草的分手，郑重的分个手。来这儿，全国观众看着，这非常我们这儿郑重，对，这么多人目睹，这事算郑重了吗？咱别互相耽误功夫了。我问一下那个于先生，你延续这段感情是为了什么？就一开始就是跟他聊天的时候，觉得他性格还有一些吸引我的方面，然后见面的时候第一印象也特别好。所以第2、3、4、5、6、7、8印象不重要是吧？你就比如说啊，咱们说一个第二印象，第二印象就是1个月你都给钱，然后人家拿着这钱跟另外一人出去玩去了，你觉得这印象好吗？不好。那咱再说一个第3印象，你颠跑过去了，你不是说见不着我人吗？我人过来了，过来一见面，你怎么空手来的呀？你没拿礼物，扭头就走了，你觉得第3印象好吗？不好。那你就为第1印象，你就打算继续下去是吗？那以后要印象都不好，日子怎么过呀？所以我就希望他能改变。人家现在对你不满意呀，你还希望人家改变？你人不在的时候嫌你人不在，你人来了嫌你没礼物。其实我已经也在慢慢改变，然后我感觉他就是看不到我的改变嘛。我都不知道该聊什么了，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俩这恋情维持下去为了什么。你们在一块儿就是你不满意了我来了你还不满意，我回去之后我再改变你看不见。咱们这恋爱谈的真没内容哎。你们2个人今天在台上，其实你们俩没说出什么特别实质性的东西，没有什么原则性的矛盾，不知道你们到底要做什么。在你们2个这么年轻的孩子身上，我看不到理想，看不到热爱，看不到激情。你们不知道你们面临的现实世界到底该是什么样的，不知道要未来的一段爱情生活到底该是什么样的，什么都没有，你们没有和现实连接的能力。姑娘，你早上9点发一个微信，也许他在忙，也许他在打游戏，也许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你要的那个现实感是什么？你要的是网友的及时回应，你要的不是他，你不会对他在现实生活当中那种生存状况有体谅、有包容、有接纳。男生也是一样的，钱都给人家了，人家怎么花那是他的事儿，你怎么还把自己的钱存到他那儿了？还不如存银行呢。所以2个人到底对于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的投入，或者在这段感情当中你到底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经营，看不到还谈什么？那请2组嘉宾回到门后。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打开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第1组嘉宾他们的结果怎么样啊？3、2、1，请开门。都出来了，来了，好，没出来。给你们鼓掌。对。我是觉得好累呀，我替他们累。对，他们能走下去。爱情就是一场累啊。这是谁妥协于谁了？还是你俩商量好怎么着了？是我妥协的。我认为他想去大城市发展的话，就让他去1、2个月啊，或者是半年时间啊，我其实是能接受异地恋的。毕竟我们走过来5年的异地恋，我们都坚持下来了。1、2个月、半年，人家打算是一直在外面的。说不定2年以后他也去了呀。不，是这样啊，就算悲壮发生的那个瞬间，它也是美的。你不要用咱们的经验去看后面的概率。好，我们老了，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来吧，祝福你们。
好，请亮灯。那个小龙啊，我有伤，所以我有理；你幸福，所以你有罪。这样的怪圈别在咱们的感情当中不断的出现。我希望如此，好吧？好的，谢谢老师。这一点要修正。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祝你们幸福，好好恋爱吧。再见，老师。蛮好的一对啊。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如果想要来参与我们爱情保卫战的录制的话，联系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或者公众号，跟我们取得联系就可以。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啊，小心被骗。好了，来，我们来看第二组嘉宾他们的结果啊。来，3、2、1，请开门。出不来了，已经真的貌合神离了，跟异地恋没有关系，两个人已经爱得力不从心了，没感情的。对呀。当他们给自己的感情加了2个字儿叫怎么维持的时候，这心就已经凉透了。一段感情如果用维持这俩字儿的话，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对吧？就到这里来挣扎了一下。是的，就是要一个那个雷老师怎么讲呢？隆重的分手是吧？这不挺隆重的吗？挺隆重的，挺隆重的，实现了隆重分手，实现了隆重的分手啊！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我和老公结婚7年，他待业，一直吃我的住我的。现在我想离婚，把他赶走。结婚时20多万彩礼能不还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1中明确规定的3种可以返还彩礼的情形：第一，未办理结婚登记；第二，已经办理了结婚登记，但却未共同生活；第三，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本案中你们已经结婚了7年，结婚的时间、共同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原则上这20万元彩礼无需返还。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一期爱情保卫战再见。